如果说2026年漫威的先锋是小蜘蛛，那么 DC 的希望就是小国光明日之书。毕竟这个是派拉蒙收购华纳以后第一个 DCU 作品。之前的超人已经尘埃落定，就和毁灭的克星一样，命运无法改写。而新超女的电影前途是犹未可知，也许她会成为全新的爆款超英，也许会有我的流量一样默默的抛开。但是没有上映之前，谁也不能打包票，不然他们怎么会内部试映了8次？这已经打破了近10年来好莱坞电影的试映次数啊！据说还用了3个不同版本的结局，而目前最新版的片长只有110分钟，连2个小时都不到。这意味着去掉片头以及片尾字幕，正片可能只有100多分钟。这么短的电影，那么超女的电影版到底会是什么感觉呢？或许我们可以从目前已经放出的2个预告片中一探究竟。之前超女是在超人电影的结尾登场。 What the hell, dude? Why did you move the door? I didn't move the door. Hey, where is my dog? 他醉醺醺的样子说明他已经去过了红太阳的星系，因为只有在红太阳的照射下，他才会变成普通人，那么他就不会飞了，所以他需要坐太空巴士在宇宙里往返。而且超女在地球的日子也不太开心，她没有交到什么朋友。 Hey, I was just touching base to see when you think you might be coming back. You know, I'm just worried that you're not going to find your stride here if you keep going off-world all the time, Kara. I'm worried you're not going to find your people. Yeah, well, that's the thing, Clark. I have no people. 我们可以从超人和超女的台词中感受到她的这份孤独，但是呢，超女的内心是孤独的，而预告片的氛围是十分热闹的，这可能就是在塑造的一种反差。接下去登场呢，就是反派克雷姆。说实话，这个造型有点雷，真的是密集恐惧症盛典。还好2个主角的还原度很高，一个是超女，另一个就是本片的重要角色鲁塞。在预告片里，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父母被克雷姆干掉，可以说是血海深仇了。而电影的主线呢，也是鲁塞希望超女帮助他复仇的故事，所以我们可以在预告片里面听到超女希望鲁塞放下仇恨。 Revenge. It won't take your pain away. 另一个还原度很高的，就是由前任马王海王扮演的暴狼，一个不死不灭、疯狂暴力、特立独行的宇宙赏金猎人，也是当下最流行的反英雄类型的角色。这种浓郁的色彩其实也挺还原漫画的。至于预告片里的其他细节，我也不瞎说了。我对超女的熟悉程度还远远不如屏幕前的你们。现在就说说我对超女预告片的感受吧。不可否认，它充满了淫妇的味道，但是这并不一定是缺点。看过漫画《明日之书》的大家都知道，这个以复仇为主题的漫画偏严肃、偏沉重，是太空版的大地惊雷。而主角超女呢，也一改往日阳光少女的形象。她因为经历过克星的灭亡、亲人的离世，所以超女卡拉变得愤怒而厌世。在预告片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母亲的葬礼、克星的灭亡，最后父亲送走了卡拉。一无所有的卡拉沉迷于酒精，而且前面也说了，她在地球上没有几个朋友，只有一个表弟卡尔。但是血缘并不能拉近他们的亲密度。卡拉最亲密的伙伴是一条狗，虽然这条狗在超人里面被塑造的十分讨厌，但它却是卡拉唯一的亲人。 Home is wherever you are, buddy. 后来呢，卡拉遇上了鲁塞，一个身世和她一样悲惨的少女，也因为需要拯救中毒的小克，两人开始了冒险。接着就在这场星际旅途里，卡拉帮助了鲁塞，也治愈了自己。可以说整个旅途就是2个同样孤独而且受伤的灵魂一起相互治愈的故事，氛围是严肃而感人，并不是插科打诨的宇宙闹剧。那么为什么预告片看起来是这样呢？或许这就是商业电影的考量吧。毕竟华纳已经受够了扎导的黑身残，叫好不叫座，所以他们坚决拥抱了詹姆斯棍，希望把 DC 彻底变成银护的模样。但是看过银护3部曲的大伙都知道，在银护嬉笑打骂的风格之下，藏着一个同样悲伤的故事，笑中带泪，用喜剧掩盖悲剧，也是很多商业电影惯用的伎俩，比如雷神3。但是呢，以上都只是我的猜测，而且有笑有泪其实也是需要铺垫的。银护和雷神都是花了至少3部独立电影以及几部复联才铺垫出了饱满的人物弧光，而超女想靠110分钟就做到这一点，还是很有压力的。但如果做不到也没事嘛 ，DCU 还是可以重启的。 Not this time. Maybe some other time. 我个人还是挺欢迎 DC 回到当年深沉黑暗的样子，只是这样一来，小国光可能有些可惜了。不得不说，华纳这次的选角还是可以的。米莉就是一个乍一看有些无法接受，但是真的是越看越顺眼的女生，尤其是她在龙房子里的演出，可以说从第1集开始到最后小国光的谢幕，我的心情就是从拒绝到膜拜。在我看来，米莉有一种彪悍的气质，非常契合《明日之书》里的卡拉。电视版的超女就是经典的金发甜心，是青春的味道。
而 DCEU 的超女带着一股悲情和帅气，野性中带着一股破碎感，很可惜她没了。而米莉，她不是正义的化身，她也不是闪亮而完美的超级英雄，她就是那个被心魔困扰的明日之初。她可以拯救别人，但她同样需要被别人拯救。她是一个经历过残酷和痛苦，在心底依旧保留着温柔的少女。她带着创伤和孤独，依旧在寻找着世界和自己的意义。用现在最流行的话说，她正在尝试和这个世界和解，和自己和解。她并不想当英雄，但她依旧会成为这个故事里的英雄。完了，我都被自己说的话洗脑了，感觉期待值都被我自己拉满了。到时候万一电影要是成了屎尿屁的笑话，那我现在说的话岂不是啪啪打脸？哎，实在不行，到时候我就隐藏这条视频吧。另外呢，海报里还有个细节，就是超女的这副耳机啊，和星爵的是同款。我想说，这是致敬还是人情世故？真的不是剧组在拍詹姆斯滚的马屁吗？最后的最后，我希望超女的电影里能够解释一下，为什么要在超人的电影里面黑化大超的生父母？这真的就和钢区里面亨超养父死于龙卷风一样，已经成为了我心中 DC 的10大不可思议。那么，你会去看超级少女吗？